第147章踢场。望着那佣兵越聚越多的大院，萧炎微微一笑，竟然是当着众人的面缓缓地走了进来。抱歉，我来踢场。小子有气魄。瞧得萧炎嚣张的举止，木蛇怒极反笑，手掌一挥，那原本破碎的大门处竟然再次从一道暗门中弹射出厚重的黑色大门，轰的一声将出口完全堵死。随着大门的落下，越来越多狼头团员从院内涌出，最后满脸凶光地将萧炎包围其中，手中明晃晃的武器在日光的照耀下反射出森寒的光泽。望着周围那些足足几十名的佣兵，萧炎似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别指望我会和你玩什么单打独斗的把戏，我只会用最保险的方法彻底地解决你。盯着萧炎的脸色，木蛇冷笑道。闻言，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这木蛇能够成为一团之长，也的确不是一个只知蛮干的蠢人。若是换成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采取什么单对单的比试。这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不管是采用何种卑劣的方法，只要能够顺利到达目标，那便是最好的办法，成王败寇。对此，萧炎深有体会。动手，杀了他！不再废话，木蛇手指豁然指向萧炎，阴冷的声音中充斥着杀意。听着团长下令，周围的佣兵顿时紧握起了手中的武器，然后齐声怒喝着，凶悍地对着萧炎围杀而去。站在台阶上，木蛇森然地望着那在围杀中显得颇为平静的少年，拳头缓缓捏紧，寒声道：不管如何，今日你必须死。立！就在众人对着萧炎围杀而去时，遥遥的天空之上，一声鹰啼之声骤然响起，一道巨大的阴影从天空俯冲而下，然后大把大把的白色粉末被倾洒而出，顿时空荡的院落上空便是被徐徐降落的白色粉末所遮掩。别管那些，先杀了他！望着突然的变故，木蛇眉头紧皱，冷喝道。听着他的喝声，那些本来有些慌乱的佣兵顿时再次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萧炎冲杀而去。瞧着四面八方冲来的佣兵，萧炎抬起头，天空上的那层白色粉末已经快要降至而下。轻吐了一口气，萧炎也终于开始有所动作，双脚微沉，右手紧紧地抓住背上的悬重尺，一声低喝，黑尺贴着掌心倒飞而出，一道黑影绕着萧炎身旁击转一圈，顿时几名最先冲过来的佣兵被黑尺狠狠刮中，嘴中喷着鲜血，身体狂射而出。砰！黑尺重重地插在身前坚硬的地面之上，几道裂缝顺着尺身处的地面急速地蔓延而出。右手抓着悬重尺，萧炎左掌忽然猛地对准天空，掌心一卷，凶猛的吸力立刻将那徐徐降落的白色药粉吸进了院落之中。药粉刚刚下落，萧炎左掌又是一阵强横的反推之力，将那些白色药粉吹向了四面八方而来的佣兵。可白色粉尘犹如一道白色风暴一般，以萧炎为原点，对着周身席卷而出。所有被粉尘包裹的佣兵都是发出了剧烈的咳嗽声。粉尘有古怪，退后！粉尘在萧炎的推动下迅速地推至了木蛇面前。不过当他吸了一口劲度后，当下脸色一变，急喝道。听得他的喝声，那些在粉尘中不断乱撞的佣兵赶忙开始后退。不过当他们在移动了十几步之后，却是开始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只有寥寥的几个实力偏高的佣兵有些摇摇晃晃地坚持了下来，赶忙地躲到了院落之内。望着那从粉尘中出来的竟然只有几个人，木蛇脸色变得极为阴沉，袖袍猛地一挥，一股汹涌的狂风在身前凭空浮现，然后对着那弥漫而来的粉尘吹拂而去。在狂风的吹拂下，粉尘逐渐消散，而在那粉尘退去之地，所有的佣兵都是软绵绵地软倒在地，一道道痛苦的呻吟声不断从他们嘴中传出。望着佣兵似乎并没有生命之危，木蛇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森然地抬起头，望着那立在院落之中的少年，厉声道：小混蛋，你竟然用毒！你们都可以依仗人多，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毒？摊了摊手，萧炎望着那些仅剩不多的佣兵，笑眯眯的道。微微笑着，萧炎肩抗着重尺，忽
突然朝前走了2步，然而当他在第2步落下之时，便顾骤生。那原本躺在地上不断呻吟的一位佣兵，忽然猛地跳起身子，手中锋利的长剑携带着薄薄的斗气，刁钻而狠毒地刺向萧炎小腹。面对着突然袭来的攻击，萧炎却并未有半点慌张，手中紧握的玄重尺猛然狠狠地倒插在身前，巨大的尺身将萧炎大半个身子完全遮掩，同时也将那长剑攻势轻易地抵御而下。叮！长剑急刺在玄重尺之上，顿时一阵火花四溅，漆黑的尺身上却连半点白痕都未留下。偷袭失败，那偷袭之人也不继续冒进，借助着长剑的反弹之力，身体急速倒退着。既然偷袭了，又何必再走？偷袭者刚欲后退，萧炎便是有所察觉，轻笑了一声，脚掌轰然踏在地面之上，随着一道爆炸声响，其身体猛然飙射而出，转瞬间便是与那偷袭者仅隔半米。两人视线交错，萧炎嘴角缓缓挑起一抹冷笑，因为他发现原来这偷袭者竟然是老冤家穆厉。穆厉脸色阴冷地望着那近在咫尺的萧炎，眼瞳深处掠过一抹惊慌。在先前药粉降落之时，他便是趁乱接近了萧炎，然后在他不远处假装中毒，可他却是没想到自己的伪装居然是被对方给看破。烈儿，小心！场中突然而起的变化，同样是让的高台上的木蛇吃了一惊，特别是当他看见偷袭者竟然是自己儿子之后，不由得脸色大变，急喝道：晚了！冲着急退的穆厉森然一笑，萧炎脚掌再次猛踏地面，一声爆响，身形陡然出现在穆厉身前，手中巨大的玄重尺带起剧烈的压迫声响，狠狠地对着后者胸膛横砸而去。迎面而来的剧烈风压让得穆厉脸色再次一变，心头骇然道：这家伙竟然还真的是九星斗者了。心头的念头一闪而过，穆厉把牙一咬，现在他已经完全被萧炎的攻击所笼罩，以他的速度根本不可能完全避开，所以他只得强行接下萧炎的攻击。嘴角抽搐了一下，穆厉将体内斗气狂灌进手中的长剑之内，然后咬着牙，手中长剑带起一股尖锐的破风声响，同时是直直地刺向萧炎胸膛。砰！巨大的尺身在半空飞速掠过，最后重重地轰砸在了穆厉胸膛之上，顿时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剧烈的疼痛让得穆厉眼瞳中闪过一抹怨毒，在身体倒射的刹那，手掌猛然轰击在剑柄之上，长剑脱手而出，在穆厉狰狞的目光中刺中了萧炎胸膛。在萧炎的这一击狂猛攻击之下，穆厉的身体犹如被打飞的炮弹一般，在地面上狂搓了一段距离，最后狠狠地撞在一根巨大的木桩之上，再次一口鲜血喷出，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长剑携带着凶猛的劲气，狠狠地插在萧炎胸膛之上，穆厉这拼死的一击竟然是让的萧炎退后了一小步。天空之上，望着那被长剑刺中的萧炎，坐在鹰背之上的小医仙顿时发出一声惊呼，刚欲驱使蓝鹰下来抢救，可萧炎却是举起手来，对着他微微摇了摇。低头望着插在胸膛上的长剑，萧炎手掌握着剑柄，将之随意地扯了出来，剑尖之上并没有半点鲜血。云芝留下的内甲防御果然变态，望着那没有血迹的剑尖，萧炎心中也是忍不住地赞叹了一声，然后将长剑丢弃，抬眼望着那不知死活的穆厉。厉儿！电光火石间，穆厉便是被打得倒飞而出，高台上的木蛇脑袋顿时一懵，急忙跳下来，使劲地摇晃了一下昏迷中的穆厉，再用手指测量了他还残存着一口气后，这才微微松气，将昏迷的穆厉交给身后的几名佣兵，然后抬起头来，怨毒地盯着萧炎，手掌缓缓地从地上捡起一把金刚长枪，冰冷彻骨的声音中杀意凛然：今天不管如何，你都得死在这里。这话上次你似乎便说过了。萧炎望着被抬进去的穆厉，嘴角掀起一抹淡漠，在先前玄重尺砸中后者时，尺身上所蕴含的力量已经穿透过穆厉的身体，最后将他小腹处的斗气气旋完全打破。也就是说，现在的穆厉即使伤好了，那也不过只是个废人。这样的举动虽然有些狠毒，不过萧炎并不在乎，双方的关系
本来就是不可调节，当初山洞的劫杀以及后面的追杀，若不是自己好运，恐怕早就死在他们父子俩手中。而且萧炎清楚，若是自己落在了他们手中，恐怕连死都只是一种奢想。所以对待敌人，特别是关系极其恶劣的敌人，萧炎不会有丝毫的留手，能杀则杀，不能杀也要让之失去报复的利爪。